建造了23年，耗资70亿，宣称是世界最大的考古博物馆的大埃及博物馆，马上就要完整开幕了。那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这个让全世界人民等的花儿都谢了的大埃及博物馆有什么值得看的。进入大厅，首先看到就是我身后拉米西斯2世雕像，它是博物馆最重量级的文物，有83吨重。当年小英已经把它搬到港口准备运走，但是太重了，装不下，就放弃了。拉米西斯2世大家应该都认识，在古埃及可是顶流明星般的存在，活了90多岁，执政67年。有好几十个老婆，100多个娃，老婆孩子多的都能开公司了。那斜对面是10座一模一样的法老雕像，走到中间就像穿越回了古埃及，非常震撼。这些同款雕像在当年可是法老的宣传狮子，主要作用是被派往埃及各省，用来彰显法老统治权威的。做这么多也能防止别人破坏这些雕像后影响法老复活。是不是感觉有点像中国成语里的狡兔石窟呢？就是你再坏一个，我还有9个，一点不耽误我复活。According to القدماء المصريين ما ينفعش تكون أطول مني تصرفوا بقى. 前面是吧？哦。进入展厅前是大埃及博物馆的大走廊，可以成为埃及最伟大的走廊。从下到上展示了古埃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生命。如果你来到这里，千万不要坐边上的扶梯，要慢慢走上去，你会跨越3000多年伟大的历史。你看这个法老和别的法老离得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图坦卡蒙的爸爸，他抛弃了埃及传统的信仰，被后面的法老出名了，所以把他自己放在这里，别的法老应该很满意。大家看看他是不是长得像另外一个埃及 UP 主刘整七呢？我觉得整个大走廊最精彩的就是这件哈奇普斯女王方尖碑的件儿，仅仅是一个件儿就这么大，可以想象完整的方尖碑有多高。上面被破坏的痕迹本来是女王的形象，这次是她的继任者不满意她的统治破坏的，然后她还非常贴心，用几朵花来修饰了一下。大家看看这个中文字是不是写错了？门是这么写的吗？如果你走累了，可以和法老们一起休息，坐在全是法老和神的雕像中看一把原神，不要太爽哦。大家看看我两边这2个布大神奥斯卡奖杯的形状来源就这里。来考验你一下，这个棺材盖为什么多了几坨呢？很明显是方便用手抬的呀。你有这么大的劲儿吗？这是用石头做的，很重的。那干嘛？就是绑着绳子抬啊。这个金字塔的尖儿放的位置很巧妙，在大走廊的西边。因为在古埃及，方尖碑就是在尼罗河东边，金字塔在尼罗河的西边。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这个是光秃秃的呢？其实在古代肯定包裹了黄金，然后被偷了，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大埃及博物馆除了图坦卡蒙的完整展品没有搬过来，其余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图坦卡蒙本人也为了大埃及博物馆出资了2000万美元，用他的出场费付的。大走廊最后一件展品就是这个基萨金字塔群，太震撼了！古埃及人用了20年建造了胡夫金字塔，现代埃及人用20年建造大埃及博物馆。我今天打扮成古埃及人的样子，感受这种古代和现代的交流，真是太奇妙了。往里面走是博物馆的展厅，大家会看到很多从来没有展出过的竞品。
这里和100多岁的埃及博物馆差别太大了，我也是第一次进来，感觉我们终于有一座能配得上伟大遗产的博物馆了。哦。胡夫金字塔虽然被盗了，但是胡夫的妈妈留下了很多文物。这个床就是最厉害的一件，非常精细，用的是松毛结构，表面还覆盖了一层黄金。古埃及的床比较有意思，没有床头板，只有脚板，和现在是反着的。这个架子就是用来挂帷幔的，可以想象一下，尼罗河的风轻轻吹动着帷幔，周围弥漫着香薰，因为古埃及女王在里面打扮是什么感觉？这盒首饰也是胡夫的妈妈，很难想象4600年前做工这么精细，英属说镶嵌了半宝石，审美太好了。这个小金人做工看得很粗糙，因为它的年代非常久，当时埃及还没有统一呢。它的腿中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这个在上海埃及展的展品里也出现了，是阴茎套。这个大小说明当时已经有绅士崇拜了。大家看看这个古埃及烟灰缸，可以同时7个人抽烟。开玩笑啊，这是餐具。这件雕像背景是金字塔，因为他是胡夫的爸爸，就是他让金字塔从解体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他是真正的氪金玩家，建了3座金字塔。这些管子的材质和博物馆门口用的一样，雪花石膏。其实古埃及做雪花石膏的技术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也很多传统艺人用雪花石膏做这种容器。这个雕像看得好熟悉啊，大家觉得长得像谁啊？钓鱼郎，来看看这是什么？古埃及鱼钩。其实在古埃及已经有钓鱼佬了，就是为了休闲钓鱼，不是为了吃。这几件首饰我就不详细的介绍的，大家可以仔细欣赏一下。知道这个雕像为什么有2只耳朵吗？就是希望这个神能够听到别人的祈祷。上海古埃及展，很多人问我腰上面别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腰带，在这里记了一下。你看这个就是看得很清楚。看到这些枕头，很多人会有疑问，古埃及人为什么蒸那么硬的东西呢？上面肯定还有软的垫子吧？其实还真没有，就这么用的。上次在小英博物馆也看到中国古代也有用瓷器做的枕头，只能说古人的头是真硬啊。仔细看看这些符号，会感觉古埃及人真的是很可爱。这幅阿玛纳壁画之前在老博物馆挂到墙上的，现在大埃及博物馆把它拼着放的，可以感受到新的博物馆对文物的保护更重视了。这件雕像应该是哈切普苏最精彩的一件，手里拿着是2个葡萄酒或者啤酒的酒壶，向生命祭拜。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18王朝的艺术，比如这个雕像，法老看着非常自信稳重。这件雕刻用现在的阳光看，应该是大埃及博物馆最优秀的文物。名生奥西里斯躺在一张丧葬床上，他老婆伊西斯变成了一只鸟，坐在他身上。这其实是埃及神话里非常著名的场景。伊西斯短暂复活了奥西里斯，并让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就是荷鲁斯。所有的法老都称自己是荷鲁斯，所以这个场景就代表法老的诞生是非常重要的。再看这一件，也是和神话相关，两边的小人是伊西斯和奈芙提斯，他们的动作是哀悼的意思。为谁哀悼呢？就是奥西里斯。中间4指就是用这种场景来把自己等同于的奥西里斯，因为奥西里斯是复活过的，所以所有的4指都希望自己是奥西里斯。这个衣服是盖到木乃伊上面，能给木乃伊提供额外的魔法力量，类似中国的金缕玉衣。忘了介绍了，
博物馆门口这位是阿努比斯，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录哦，因为他被称为沙漠死神。这里的几件棺椁都有一个特点，上面有一对眼睛，刚好对应木乃伊眼睛的位置，其实就是象征四指可以用它往外面看。上面的图案也是建筑的样子，意思就是棺椁其实是四指的家，四指可以从这个门里出来。中国不是有兵马俑吗？埃及也有兵俑。你看，这是黑色的，是努比亚的雇佣军，红色的是埃及本地人。大埃及博物馆不仅仅促进旅游，对埃及人的民族自信也非常重要。埃及人在这里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文物。埃及文化的解释权永远在埃及人手中。根据我去过这么多的博物馆来看，大埃及博物馆是我认为最好的博物馆。希望大家有机会来亲自体验一下这种震撼。作为埃及人，非常骄傲。今天就讲到这里了，等图坦卡蒙的展厅开放了，我会再过来带大家再欣赏一下。我们下一期金字塔见，拜拜。